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谁能躲过15名突击小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本次的游戏地点设在6000多平的学校里，玩家们藏身的方式升级再升级，而找人的精英小队也准备了更厉害的武器。乔治打算藏进潮虫的箱子里掩人耳目，却差点被巨魔的碎屑憋死。他看到空荡的大厅异想天开，中间放一个花坛应该毫无违和感吧。在小助手的帮助下，他猫进了花坛里。化妆师将泥土裹住头部，直到与周围的土壤融为一体。乔治彻底变成了草木灰，在植物的掩盖下若隐若现，不用手扒拉根本找不着。2号玩家小美找到一间生物教室，她要制作一整面植物墙壁，正好与房间里的装扮相呼应，更不会让人起疑心。而她就躲在绿植被的后面。化妆师将脸部完美遮盖，小美销声匿迹的藏好了。白毛的策略高深莫测，他要复刻一根走廊里的承重柱。这玩意实心的墙壁谁会想到能藏人呢？小助手很快实施计划，建造了一根一模一样的空心柱子，里面不仅有椅子还有风扇，坐在这里非常舒适。就这样，白毛无中生有，凭空消失了。3个人都已藏好，15名精英小队也开始了行动。他们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，找到3人就能拿到奖金。队长快速制定搜捕计划，兵分3路全面搜索学校。虽然时间紧迫，但是人手足够。在寻找的时候格外细心，桌子下、储物柜、空鼓的墙壁，甚至连狭小的缝隙都没有放过。只要能藏人的地方全部清除。他们首次经过白毛的身边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根柱子，反而匆匆跑去了别处。另一队的士兵倒是很谨慎，推着花坛拖行了好几米，要是有人的话早就叫开了。他们再次错过了机会，而乔治稳如老狗一动不动，只要不拿铲子绝不出来。第3支队伍来到地下室检查，这里面空荡且黑暗，阴森森的，谁会躲在这里呢？他们足足浪费了20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学校面积很大，房间很多，能藏人的犄角旮旯都要仔细检查。他们一路排查到生物教室，5个人铺天盖地般席卷房间，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出去。墙角的植物一一排查，终于找到了小美。她藏得心惊胆跳，还是输掉了比赛。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他们继续寻找其他2人。放杂物的房间乱七八糟，很适合藏人，只能用手电筒一一检查，又浪费了10分钟。当第2次经过白毛的身边时，终于有人发现了鼓包的承重柱，这手感明显轻飘飘的，用手一掰就能打开。白毛也被找到了，只剩下最后1人了，时间还剩下5分钟。他们再次筛查了一遍楼上楼下，还是没有找到乔治。直到时间结束，白毛才揭晓了答案。乔治藏在花坛里，露出2只大眼睛。他也凭借这波逆天土遁术成功拿到了1万奖金。欣赏这么精彩的剧情，肯定离不开一台好的设备。我这台转转上买的联想拯救者2 9000P 只要3000多，相比发售价便宜了3000多，省下的钱都能再买一台 Switch 了。我帮大家研究过了，转转是个专业的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拥有多种专利质检设备，只有经过专业工程师全面检验的正品电脑才会上架售卖，全都跟新机一样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和1年保修，闭眼放心买。而且转转不只有电脑 ，iPad 价格只要1500多 ，iPhone 13 Pro 价格也只要3000多，同样很实惠。现在上转转搜索口令大牌补贴，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，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男人为了躲避专业侦察兵的搜捕，竟然把自己伪装成了树哥，只要坚持1个小时不被抓到，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他们藏身的方式闻所未闻，而节目组找来的2位老兵也是经验丰富的侦察界大能。乔治不惜花重金请来了特效化妆师，他要藏进大树里，只要在根部切开一小片区域，装得下脑袋就可以。切掉的树皮一定要放好，这可是藏身的点睛之笔。化妆师将剪好的树皮贴在乔治的脸上，好像拼图一样连贯有规则，只是嘴巴没有那么自由了。小助手将他的下半身掩埋进泥土里，最后在头顶布置些杂草，若隐若现的隐形人就这样诞生了。从远处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乔治很有信心赢到比赛。阿伟这一次也是煞费苦心，他要伪装成一匹白马，如果被发现了他就能骑着马逃跑。还好马的主人也在现场，不然很担心他会被踩死。当阿伟爬上马背时，主人帮他整理好马鞍，他变成了一匹爱吹牛的小马，希望这用心的操作能骗过侦察兵的眼睛。小白制作了一件垃圾袋斗篷，他只要往角落里一趴就没人能找到，但是被人踩到就不好了，所以还是藏在垃圾桶里更安全。于是他用垃圾制作了一顶帽子，当他钻进垃圾桶里，正好盖得严严实实。3个人全都隐藏完毕，2位侦察兵也准时来到了场地，他们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搜索整片庄园。虽然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，但是2人的动作麻利又有效，兵分2路快速清除每一个区域，只用了6分钟就检查完了大仓库。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，能藏人的任何旮旯都不能放过。当经过小白的垃圾桶时，大胡子随手看了一眼就走了。小白嘴角的笑容还没有消失，又被杀了个回马枪。
小白被粗鲁的抓住了，只用了9分钟就找到了一个人，他们的行动效率还挺高。肖恩认为他们可能都藏在外面，房子里的空间有限，装不下捉迷藏界的大能，但还是要筛查一遍室内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清除了这栋大房子。肖恩建议执行包围模式，搜查这片平原，然后到中间汇合。两人快速行动起来。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他们几乎跑着在灌木丛里行动。摄影师的鞋子跑丢了也追不上。肖恩看到一匹可疑的小马，像驼峰一样的马背不应该这么高啊，而且大热天还包裹着毯子，它不热吗？肖恩的直觉一定要看一下。阿伟想跑也来不及了，他也被抓住了，又淘汰了一个人，只剩下乔治一人了。大胡子从他的旁边经过，丝毫没有任何发现。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，他可能会藏在草地里吧。肖恩感觉他可能会藏进树里，只有那一片的树最多也最隐蔽。两人的观点达成了一致，决定把目标锁在这一片树林里。他们再次分开行动，以包围模式从两边开始搜查。他们检查得很仔细，感觉能藏人的地方扫了一遍。5分钟后又碰到了一起。肖恩的直觉和经验让他看哪里都很可疑。他在观察植物和地面有没有线索，在乔治的身边经过了很多次，总感觉他就在身边，到底在哪里呢？突然他看到泥土的颜色好像不一样，于是绕过去检查，竟然被他找到了。这么小的蛛丝马迹也能发现，真不愧是侦察界的大能。乔治输得心服口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寻找者，能在1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吗？男人被埋入地下，伪装成狡猾的伏地魔，只要躲过10名佛波勒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万奖金。一边是诡计多端的伪装高手，一边是手持无人机热像仪的专业团队，到底是猫厉害还是老鼠厉害呢？乔治找来2位特效化妆师，直接把泥土粘在了脸上。这突兀的造型虽然很吓人，但是当泥土覆盖整个身体后，他竟然变成了隐形人，远看看不到，近看也很难发现。这一记土遁术果然是高，只是胸口被泥土压着，呼吸有点困难。化妆师在他的坟头装饰一些干草，埋得体面些也就不难受了。乔治一动不动，应该是藏好了。阿伟认为河边的灌木丛非常隐蔽，他要模仿海狸在水里搭一个小屋，把找来的树枝全部钉在木桩上，一点缝隙也没有，足够隐蔽。他担心会有搜捕犬的加入，于是在下水之前特意在周围喷上辣椒水。漂浮的小屋进入了水中，阿伟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就钻了进去。刺骨的凉水席卷全身，但是为了比赛他必须忍耐一下。小白手动做了一个烟囱，他计划和房子连在一起，不会引人注意，而且入口在下面，就算有人发现了，他只要脚不沾地就看不见他。烟囱的位置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，希望能骗过灵敏的佛波勒。3个人藏好不吱声，10位搜捕人员也准时来到了场地。1个小时找到他们就能赢到比赛。本能反应屋子里很容易藏人，于是首先搜查房子里。翻箱倒柜有点愚蠢，看来还是小瞧他们了。队长决定分开寻找目标，途经小白的烟囱看都没有看一眼，他们完美错过了。前面的山坡很大很隐蔽，队长带领几个人前去搜山，地面上有很多凌乱的脚印，还有折断的树枝。第六感告诉他附近很有可能藏着人。找着找着，很快来到了乔治埋坑的周围。队长摸了摸断开的岩石，扯了扯干枯的树枝，这里杵着的也只有这些东西了。但他万万想不到，人家是躺着的。另一边的阿伟没有听到一点声音，以为他们离得很远很远，没想到说话的声音被别人听到了。小伙怀疑地反问了几句，他不确定哪里有人，于是请求队长使用无人机航拍一下。越看越不对劲，周围全是枯树枝，只有那一圈是绿的，而且用手碰一下还会动。他们看着逃跑的灌木丛笑出了猪叫声。阿伟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游向了河中央，队长带人脚踩着小船开始追击。等他们快追上时，阿伟果断放弃了水屋，游向岸边。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岸边一样有人在等着他。阿伟只能放弃了挣扎。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他们只找到了一个人。屋顶上有没有藏人呢？队长发现烟囱的位置竟然在下面，他好奇地推开一看，没有看到人，转身离开了。小白激动不已，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就没有了破绽。这片山坡疑点重重，脚印不会无辜出现吧？明显有人在这片区域活动过。队长不舍得离开。小白的附近又出现了2名佛波勒，他们同样好奇着烟囱的位置，一个人拉着上方，另一个人查看下面。这次看得很全面，小白无处可躲，暴露了自己。又找到一个人，时间还剩下2分钟。队长一直在乔治的周围没有离开，这里除了岩石树枝只有泥土。突然他瞥向旁边的虫洞，豁然开朗，这里又没有知了猴，怎么会有洞呢？原来你小子藏在这里。终于找到了乔治，他差点被憋死了，只可惜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，佛波勒没有赢。但是这种奇葩的捉迷藏也让他们开了眼界，比赛的过程很有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伪装成什么呢？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6位玩家将扮演囚犯躲藏在废弃的游乐场，只要躲过佛波勒和警犬小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万奖金。他们如何要在热感无人机和狗鼻子的围剿下成功活到最后呢？1号玩家乔治请来特效化妆师模拟土遁，将自己埋入树下，露出的头部则用厚厚的化妆品和树皮遮盖。
只要完全融入大树的根部，不管是人是狗都不会被找到。这样的逆天伪装，他能藏到最后吗？2号玩家大美找到一处上锁的厕所，他在队友的帮助下快速爬了进去，从外面也打不开，藏在这里应该很安全。3号玩家小白自带了一件迷彩服，穿在身上随便往灌木丛里一躺，就能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。他自认为天衣无缝，不知道狗狗和无人机能不能找到他。4号玩家阿伟本想藏在错综复杂的洞穴里，但他从小怕狗，只能换个高处躲藏。阿伟徒手爬上了2米多高的亭子，听说自古 CT 不抬头，他还可以根据佛伯勒的方位随时更换位置。5号玩家杰克跑向了最远处的卡丁车赛道，这里有上千个轮胎，不可能挨个检查。他打算在旁边搭建一个简易的棺木，只要躺在里面盖上盖子，就能消失在世人的眼中。6号玩家黄毛找到一处向下的隧道，他决定就猫在里面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如果有人靠近，还能坐上滑索及时逃跑。所有人躲藏完毕，2位佛伯勒即将开始搜捕模式，只要1个小时找到他们就能瓜分1万奖金。这个游乐场的面积很大，2人决定兵分2路开始找人。大叔不经意间从小白的旁边经过，丝毫没有注意一旁的灌木丛。这个洞穴倒是藏人的几率很大，错综复杂的洞口很难寻找。大叔将催泪弹扔进洞里迷惑对方，这个位置距离黄毛很近，他打算换个地方躲藏，刚一出来就被发现了。黄毛赶紧坐上滑索逃跑，但是慌乱中一点也没有发挥作用，反而摔倒在地，被抓住的更快。黄毛被锁住了双手，差点被吓死，成为了第1个淘汰的选手。其他玩家听到叫声也变得更加谨慎。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大叔一路摸寻着即将到达阿伟的地点，他贴紧屋檐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当2人背对背时，阿伟准备换个方位隐藏，轻微的动静还是惊动了佛伯勒，他就这样被找到了。阿伟快速跳下屋顶，准备逃之夭夭，没想到大叔的速度比他还快，整个身体被按压住，没有一点反驳之力。阿伟只感觉像真的逮捕了一样，比预想的难受很多，又淘汰1人。这时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另一边的佛伯勒没有一点进展。大叔提议启动热感无人机扫视这片区域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活物，他们只能继续寻找。当经过大美的厕所时，2人直接将臭气弹扔了进去。如果有人的话，早就开始叫了，谁会屏住呼吸那么久呢？等他们全部离开，大美也没有发出声音。这时追踪犬也来到了场地，他在主人的指令下开始找人。狗鼻子嗅着气味，一直往前跑，径直跑向了小白的方向，只用了15秒就找到了一个人。他的工作效率也太高了，小白不敢相信藏得这么隐蔽，竟然被狗识破了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5分钟，另一边的佛伯勒一路找到了卡丁车的赛场，这么多的轮胎很有可能会藏人。他很快就排查到了杰克旁边的小屋，大叔一眼就看到了可疑的橙色衣服，杰克的远距离效应也不中用，他也被抓到了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2人在经过小树林时踩到了可疑的东西，而大叔只对树下的蘑菇感兴趣，用脚扒开层层伪装，就找到了乔治。大叔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如果一脚踢上去，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乔治藏得颇有心机，还是被找到了，只剩下大美1人了。时间也开始倒计时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藏在哪里。比赛完美落幕，恭喜大美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